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咖啡是深受很多人青睐的饮品，现在不仅仅是年轻人喜欢喝咖啡，甚至有不少的中老年人也开始喝起了咖啡。其实适量的喝咖啡也是有很多好处的，比如说降低老年痴呆，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等等。那么我们今天讲的问题就是有高血压的患者能不能喝咖啡？对于高血压患者，喝咖啡和喝绿茶哪个更好？一、高血压的患者能喝咖啡吗？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有研究显示，饮用咖啡可以降低普通人的高血压发病的风险和死亡率，但也会导致高血压患者的血压短期升高。日本大阪大学社会医学系团队通过一项长达19年、18609人40到79岁参与的健康跟踪调查发现，与不喝咖啡相比，2到3级高血压大于等于160 OPO 100毫米汞柱患者，如果每天饮用的咖啡量超过2杯的话，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会翻倍。而少量少于或者是等于1杯一天饮用咖啡不会增加该群体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每天饮用咖啡的量与非高血压1级高血压人群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并没有显著的关联。同时，该研究还发现，饮用绿茶不会影响参与调查的人群的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该研究提示，患有严重高血压的人群在饮用咖啡时一定要注意量的把握，如果可能尽量的避免饮用咖啡。也就是说，喝咖啡的有益效果取决于个体的血压水平。如果是患有严重高血压的患者，每日饮用咖啡超2杯，那么死亡的风险就会翻倍。2. 高血压人群选择喝咖啡还是绿茶好？根据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的研究，这是由美国心脏协会的一份开放性同行评审的杂志。天饮用2杯或者更多的咖啡可能会使严重的高血压，也就是大于或者是等于160 OPO 100毫米汞柱的患者来说，使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1倍。但对于那些不被认为是严重的高血压患者来说是不会的。这项研究还研究了绿茶在同一人群中的影响。研究参与者包括6570多名的男性和12000多名的女性，在研究开始时年龄为40到79岁。研究人员指出，尽管绿茶和咖啡都含有咖啡因，但只有饮用咖啡与严重的高血压患者的死亡风险增加有关。也就是说，喝绿茶与任何血压类别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增加是无关的。原因可能是跟绿茶里面含有的多酚类的物质是有关系的。这多酚类物质它有抗炎、抗氧化的这方面的作用，其中有一种的多酚叫做儿茶素，而这种儿茶素在茶里面的多酚占有 75% 以上。茶为什么会有点苦？这其实就是这个儿茶酚的一个作用。那么在动物的研究发现，这个儿茶素它是可以降血压的，保护血管内皮细胞，还可以减少这种氧化应激的反应，减轻炎症，可以改善这个血脂的一个分布。所以在茶叶里面的这个儿茶素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这种绿茶里面它的咖啡因的含量要比咖啡要低很多。1杯咖啡的咖啡因它的含量大约是1杯绿茶的3到6倍。那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讲，其实喝茶就比喝咖啡更安全一点。一般来说，建议大家一天当中的咖啡因的含量不要超过400毫克。3. 那么说，高血压的人群是不是就不能喝咖啡啦？咖啡作为一个现代都市白领非常喜欢的非酒精性的饮品，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甚至有研究认为，适量的咖啡是有助于减少心血管的疾病、癌症和糖尿病等疾病患病的风险。那么高血压的患者是否可以喝咖啡呢？就要从咖啡的成分谈起。我们都知道咖啡的成分很复杂，但是与血压有关的主要是2个成分，咖啡因和二铁类的化合物。
咖啡因能够增加肾素血管紧张素的活性，增加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引起全身血管收缩，阻力增加，进而导致血压升高，甚至还可以引起血管壁的僵硬，弹性降低，进而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而二铁类化合物可以升高血中同型半胱氨酸和胆固醇的水平，因此咖啡中的这2项成分对血压是不利的。那么高血压患者就一定不能喝咖啡吗？其实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咖啡的成分复杂，其中还有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的成分，因此不能仅从这2项的成分就对能不能喝咖啡往下结论。但是应该注意以下这几方面。第一，在制备过程中要选择类酯过类，可以去掉大部分的二铁类化合物。2，使用咖啡因含量低的咖啡饮品。第三，要注意咖啡的饮用时间。我们知道清晨是一天中血压最高的时刻，因此应该避开这个时刻。第四，饮用咖啡的时候应该注意不加或者是少加糖和过多的牛奶或者是奶油，同时不要搭配高脂零食。第5，还应该注意饮食搭配的合理性，注意低盐低脂饮食，多吃蔬菜水果等。4，以下这几类人最好不要喝咖啡。1，骨质疏松患者，平时经常喝咖啡会导致体内的钙元素流失更快，咖啡当中的咖啡因也会影响肠道对食物当中钙元素的吸收，身体当中缺少钙元素，人体的骨密度就会下降，更容易会加重骨质疏松的症状。2，有睡眠障碍的人，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可可碱、茶碱都会干扰人的正常睡眠模式。当然，受到基因的影响，不同的人对咖啡因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如果对咖啡代谢困难，喝一点点咖啡就可能会导致神经兴奋，长时间失眠、睡眠障碍的人最好就要远离咖啡了。3，正在服药的人群，服用药物期间不能喝咖啡。由于咖啡当中含有很多的脂肪酸，脂肪酸会增加人体血液浓度，并显著地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治疗过程当中，血液循环受阻，更容易的导致疾病。咖啡还有解毒剂的作用，服用药物期间可能会影响药效。4，心律失常症状的人，有些人喝完咖啡之后就会出现心跳加速、恶心、头晕等的症状。这其实跟个人对咖啡的敏感性有关，越是敏感，喝咖啡就容易心跳加速、心律失常或者是心悸。本身就有心脏疾病的人尽量不要碰咖啡，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定。5，孕妇、妊娠期女性身体比较特殊，最好也不要碰咖啡。咖啡因会导致胎动过于频繁，甚至会影响胎儿的发育。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胎儿畸形或者是流产。6，肾病患者，部分有严重肾脏疾病的人是不能喝咖啡的。对于这些肾虚或者是有其他肾脏疾病的患者来说，咖啡是一大禁品。如果喝咖啡会导致自己的肾脏劳累过度，出现肾疲劳等的症状，严重的情况还会直接的导致肾脏罢工出现，需要换肾的这种情况。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